不良的体态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气质，比如头前倾、圆肩驼背、骨盆前倾、脊柱侧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呢，有可能是低头玩手机、用电脑或者久坐等等等等。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良的睡姿。所以今天这一视频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睡姿是如何影响咱们的体态的，以及如何通过一些小技巧来改善你的睡姿，达到一个提升睡眠质量，同时还能还原良好体态的效果。咱们话不多说，现在开始。OK， 大家都知道，平时我有健身嘛，一周练很多次。但是这么多长时间以来呢，我发现不管练哪个部位，我总容易伤到自己的脖子，而且经常落枕。那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去咨询了一下医生，结果发现出大问题。 This is not good. You're going up and forward. We want to see it going forward and then back. This should be tilting a little bit back, not forward. So I should go that way. Yeah. So I completely go that You way. completely go the other way around. I'm fucked. So basically.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我的脖子从一个正常的生理曲线彻底反过来了呢？那根据医生所说，除了你平时玩手机、用电脑之外，很有可能就是不良的睡姿导致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平时习惯这样躺着睡，如果你跟我一样，平时用一个很高很硬的枕头，同时只把脑袋枕在枕头上的话，那么很容易我们就强迫自己的颈椎保持一个向前的状态。那你试想一下，平时在白天咱们已经对颈椎造成很大的压力了，晚上睡觉还有8小时的时间，你持续让自己的颈椎向前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平时习惯于躺着睡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一个高度适中的枕头，然后将咱们的背部，而不只是脑袋枕在枕头上。所谓高度适中的枕头呢，就是指从侧面上看，咱们的颈椎刚好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生理曲线。同时，大家可以找一块毛巾，把它卷成条状，塞进你的枕头里。这样的话，会对颈椎有一个支撑，强制它保持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那除了颈椎之外，其实很多小伙伴在睡醒之后呢，会有腰酸或者腰痛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体重偏大或者使用床垫特别软的小伙伴来说，当你躺着睡的时候，咱们的骨盆很容易向下陷，从而产生一个骨盆前倾的状态，对腰产生额外的压力。这个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咱们大腿下面垫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枕头，这样的话会强制让咱们的骨盆回旋，从而缓解腰的压力。如果你腰有伤的话，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哦。其实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平躺着睡是最佳的一个睡眠姿势，因为咱们的脊椎是保持竖直的嘛。但是从实际角度出发，我并不推荐大家长时间保持这样的睡眠姿势。为什么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尽管咱们可以通过调整枕头或者毛巾，让自己的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曲线，但是这样的姿势反而会让咱们的舌头放松，从而造成打鼾的问题，以至于影响你整个的睡眠质量。第2个原因就是，根据2017年的调查研究，在对700名男生和女生进行监测之后，大家发现所有人在睡觉的时候，每个小时都会换1到2次的姿势，而且无论是男生女生，他们有1半以上的时间都是侧着睡的。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就算一开始你是躺着睡的，但是很有可能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侧着睡上，而且咱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调整睡姿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在侧着睡的时候，你的脊椎是否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那具体该注意哪些点呢？ OK， 侧身睡呢，枕头的高度相对于躺着睡来说更加重要。过高或过低的枕头都会对咱们的颈椎产生很大的压力。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极端点没有枕头，那你的颈椎就会变成这样，又或者是你垫2个枕头，你的颈椎就会反过来，对吧？所以说，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枕头高度的话，可以找小伙伴或者自己从背后拍一张照片，来看自己的颈椎是否在一个中立位的位置上。咱们再往下看，如果你的骨盆相对于你的腰比较宽的话，尤其是对于很多女生而言，那么你很容易就长时间保持一个脊柱侧弯的状态。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在腰部垫一个高度适中的枕头，从而确保你从侧面上看，腰椎也保持一个中立位的位置。
最后，如果你侧着睡也有腰酸的问题，这个时候可以在两腿之间也夹一个枕头，从而尽可能使你的两条腿保持平行，缓解腰部的压力。OK， 那除了躺着睡和侧身睡之外呢，我相信很多小伙伴还喜欢趴着睡。那对于这部分小伙伴来说呢，我的建议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劝大家赶紧改掉这个习惯吧。因为你试想一下，当你趴着睡的时候，要不就这样，要不就这样，你总不可能这样吧？这样就憋死了。而且不光是颈椎，它会对咱们的心脏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喜欢这么睡的小伙伴呢，我建议大家改成侧身睡或者躺着睡。当然了，也有例外。你比如说我的教练呢，他的肩膀太宽了，躺着睡和侧身睡都让他很难受，所以他只能趴着睡。I have a very hard time breathing when I lay on my back flat, as long as I don't turn too much to one side, because then my shoulder kind of gets caught. So for me, sleeping face down is the easiest way to breathe. 唉，这就是肌肉太大的烦恼。OK，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咱们只睡30分钟到1个小时以内，那么我推荐大家呢可以尝试躺着睡，同时让咱们颈椎保持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帮助咱们还原正常体态的效果。因为大概率你也不会换姿势嘛。但是假如你要晚上睡觉或者是1个小时以上的话，那么我推荐大家主要考虑就是你侧身睡时候的姿势，而趴着睡呢，因为对咱们颈椎压力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姿势。那看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好奇说，帅，你这个颈椎都变成这样了，怎么感觉你也不担心啊？哎，我不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呢是可以恢复的。什么？你不相信？给你看个例子。OK， 这张图呢是一位31岁男性在2015年的状态。比我还严重。那仅仅过了半年的时间，他就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系统的训练，还原到了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是不是很神奇？那结合他的一些方法以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给大家在这里推荐4个动作。那每天起床之后呢，利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下这套动作，就会起到一个缓解睡眠产生酸痛，并且还原良好体态的效果。那咱们话不多说，现在开始。首先第一个动作仍然是颈部拉伸，不过咱们这次要躺着做。将一块毛巾卷起来，绕着自己的脖子慢慢向上拉，持续保持张力的同时，咱们做一个收下巴的动作。大家注意，这里并不是低头，而是向后回缩你的整个脑袋。如果能够看到双下巴，就说明你做对了。保持这个姿势5到10秒，然后还原，总共做5次。第二动作，咱们做一个可以放松肩膀，同时拉伸胸部、激活背部的动作。因为晚上睡觉，如果你侧身睡的话，很有可能会对一边的肩膀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样，咱们趴在垫子上或者床上，将2只手放在颈后，慢慢打开手臂，保持这个姿势5到10秒。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腰和背有强烈的收缩，同时胸部也有明显的拉伸感。大家注意，全程咱们的脑袋仍然要保持一个收紧的状态，而不要向前。保持5到10秒，总共做5次。第3个动作，咱们做一个静态的臀桥。首先，咱们转过身来，2只脚与肩同宽放在地上，然后慢慢的向上抬起你的臀部，同时尽可能将身体里所有气体吐出去。在上升到最顶端的时候，保持5到10秒。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感觉到自己的大腿、臀部以及腹部都是一个收紧的状态。这个动作的好处呢，是它可以缓解在睡觉时候因为屁股下陷对腰产生的压力。同样的，做5到10次，然后下一个动作。最后，咱们做一个全身的脊椎伸展。首先站起来之后，将手臂慢慢抬高，同时吸气。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将2只手交叉起来，也可以直接抬你的手臂，但是要尽可能抬到越高越好，尽可能感受你整个脊椎的伸展。同样的，保持5到10秒。每做完1次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总共5次。怎么样？就4个动作，是不是还挺简单的？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在动作过程中，如果你有任何的疼痛感，一定要马上停止。那每天早上起来做一下呢，长期坚持一定会看到效果。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那视频最后我想说，可能看完这期视频呢，有小伙伴会觉得，睡觉都这么复杂，睡姿虽然很重要，但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这个产生焦虑。如果上面说的那些你能做到，很好。但是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因为睡够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所以呢，我们各种睡姿呢，我靠，这不会掉下来吧？